我家女儿怀孕了，彩礼要28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爸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凭什么拿我的清白去骗人？我疯了，我看是你被那个穷小子灌了迷魂汤，我脑子都不要了。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试探试探他们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试探？你这叫侮辱！你侮辱我也就算了，你凭什么侮辱陈宇？他家里条件是不好，但他对我百依百顺，每天下班都给我做饭，连句重话都没我说过。你就是嫌贫爱富，见不得我好。百依百顺，画大饼谁不会？哼！你以为他那是爱你，他那是看上了你的钱，看上了你这套全款房。如果他们家听说你怀孕了，还能把答应好的28万彩礼1分不少的拿出来，不借机拿捏你，那你们结婚我绝不拦着。不仅不拦着，我马上给你陪嫁一辆30万的车，再让你把你名下那套全款房加上他的名字。爸，你太恶毒了，陈宇根本不是那种人，他平时连杯奶茶都舍不得喝，怎么可能算计我的钱？现在好了，你骗他们我怀孕了，到时候我肚子平平的，你让我怎么收场？你让我以后在婆家怎么抬得起头？如果他们家真像你说的那么好，这28万彩礼他们砸锅卖铁也会凑齐。如果他们想借着你怀孕的事儿想空手套白狼，那你这辈子都别想嫁进他们家。我宁愿你现在恨我，也绝不看着你跳进火坑。行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要是陈宇一家没你想的那么龌龊，你必须给他道歉。接啊，开免提，让我听听你这个好婆婆是怎么说的好话，看看他们是不是要借着你怀孕把彩礼砍掉一半。喂，阿姨。喂，小夏。哎呦，小夏，我的好闺女，你可真是我们老陈家的大功臣啊！小雨刚刚都跟我说了，你怀孕了是不是？这个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！阿姨高兴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阿姨，那个其实……小夏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阿姨心里都明白。你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我们老陈家绝对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家。你既然怀了我们家的骨肉，我们就得把你当祖宗一样供起来。你肚子里怀的可是我们老陈家的金孙，阿姨绝对不能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之前咱们不是说好了28万的彩礼吗？阿姨和你叔叔商量过了，我们砸锅卖铁再去借点，给你凑个整数30万。这30万彩礼1分都不会少你的，全当是阿姨给你和孩子的见面礼。我家女儿怀孕了，彩礼要28万。少1分都不行！我得知后气急败坏，觉得我爸在侮辱我和陈宇的感情。又在我和我爸争吵的时候，男友的母亲打了来电话，他们家究竟会不会像我爸说的那样，借机拿捏我呢？喂，阿姨，之前咱们不是说好了28万的彩礼吗？阿姨和你叔叔商量过了，我们砸锅卖铁再去借点，给你凑个整数30万。30万，还主动加了2万彩礼。我爸不是说他们会空手套白狼吗？现在打脸了吧？阿姨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其实28万就已经很多了，你们赚钱也不容易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现在可是双身子的人，多拿点钱傍身也是应该的。小夏，你这几天可得好好休息，想吃什么就跟小雨说，让他给你买，千万别心疼钱。等过2天咱们两家见面，阿姨亲自给你炖老母鸡汤补补身子，你可千万别累着了，知道吗？工作上的事儿能推就推，身体最重要。好的，阿姨，我知道了，谢谢阿姨。听见了吗，爸？你听见了吗？人家不仅没有拿捏我，反而还主动把彩礼加到了30万，人家砸锅卖铁也要给我凑彩礼，这就是你说的龌龊，这就是你说的空手套白狼。电话里说的再好听也没用，等30万真金白银摆在桌子上再说。这种口头支票我见得多了。爸，你到底要骗直到什么时候？人家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要人家怎么样？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有多过分？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去试探人家，人家却以德报怨，对我这么好。现在好了，人家对我越好，我心里就越愧疚。到时候我根本没有怀孕，你让我怎么跟陈宇解释？你让我成了个骗子，你这不是在帮我，你是在毁了我的婚姻。你就是见不得我幸福。李小夏，你是不是傻？他们家条件那么差，28万都要东拼西凑，现在突然说能拿出30万，你就不觉得奇怪吗？哼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你别被人家几句好话就哄得找不着北。他们家要是真有这30万，陈宇平时至于连杯奶茶都蹭你的喝吗？奇怪有什么好奇怪的？
这说明人家重视我，重视我们这段感情，人家愿意为了我倾其所有。你就是见不得我好。我告诉你，这婚我结定了，就算没有彩礼，我也非他不嫁。你要是再敢在中间搞破坏，我就当没你这个爸。陈宇，你放心，不管我爸怎么阻拦，我一定会嫁给你。可是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，我爸的直觉有多么可怕。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赶紧让他搬出去！爸，你能不能别总是针对他？他每天下班给我做饭，早上给我熬粥，这难道不是付出吗？做饭、熬粥，你花5000块钱请个保姆，保姆不仅能给你做饭，还能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。李小夏，你是不是被他洗脑洗傻了？你口口声声说他踏实肯干，说他平时连杯奶茶都舍不得喝。那你告诉我，他身上穿的那套6000块的阿玛尼西装是谁买的？他天天打游戏用的那台18000的外星人电脑是谁买的？那是我送他的礼物啊。他平时那么节俭，我心疼他。你心疼他？谁来心疼你？你们俩出去吃饭，哪次不是你买单？你们俩去看电影，哪次不是你买票？甚至连他平时抽的烟、穿的内裤都是你花钱买的。他每个月6000块钱的工资，1分钱都不花在你身上，全交给他妈存着。这套房子是我全款给你买的，他自从跟你谈恋爱就死皮赖脸的搬了进来，美其名曰照顾你。他住着你的全款房，睡着你的高档床垫，用着你的水电煤气。他交过1分钱房租吗？他交过1分钱物业费吗？他要攒钱娶我啊！他说了，要把钱攒下来，以后给我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。攒钱娶你，他这叫白嫖，这叫隐性软饭男。不是的，陈宇不是那种人，他平时真的很节俭，他怎么可能是软饭男？他连杯奶茶都舍不得喝，是因为他知道你会买给他喝。你仔细想想，每次你们出去逛街，他是不是总说这东西太贵了，没必要买？然后你就心疼他，主动掏钱给他们。每次你给自己买点好东西，他是不是总在旁边阴阳怪气，说你花钱大手大脚，说你不懂得勤俭持家？小夏，你这口红都那么多了，怎么还买啊？咱们以后还要买房养孩子，钱得省着点花。你看这个怎么样？太贵了，别买了。小夏，你对我真好，不过你以后可不能这么大手大脚了，咱们得攒钱。小夏，爸爸不是嫌贫爱富，如果陈宇是个有骨气、有担当的男人，就算他现在一无所有，爸爸也愿意帮他一把。可是他呢？他吃你的、住你的、用你的，还要 PUA 你，让你觉得你欠他的。这种男人骨子里就是个自私自利、精于算计的吸血鬼。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爱的是你的钱，是你这套全款房，是你这个能让他少奋斗20年的冤大头。我不信，他妈昨天在电话里明明说了，愿意砸锅卖铁给我凑30万彩礼。如果他们家真的是在算计我，怎么可能愿意出这么多钱？爸，你说的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。陈宇他妈的态度你昨天也听到了，他们家是真的重视我。等明天两家见面，等他们把30万彩礼拿出来，你就知道你做的有多离谱了。好，既然你不到黄河心不死，咱们就走着瞧。明天两家见面，你给我睁大眼睛好好看着，看看他们家那30万彩礼到底是真金白银还是空头支票。如果他们真能拿出30万，我林建国二话不说，马上给你买车加名。但如果他们敢跟你玩花样，那你就跟我立刻分手，让他滚出你的房子。一言为定。我爸的话像魔咒一样在我耳边不断回荡，隐性软饭男、吸血鬼、算计。我拼命的想找出陈宇爱我的证据，想证明我爸是错的。可是除了他每天下班给我做的那几顿饭，除了他嘴上说的那些甜言蜜语，我竟然找不到任何他为我付出过真金白银的证据。难道我真的被他骗了吗？难道这3年的感情真的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算计？不，我不信，陈宇不会骗我的。等明天两家见面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陈宇，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，千万不要。哎呀，
哎呦，小夏来了，快坐下。小雨，赶紧给你媳妇儿拉椅子。小夏，你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，千万别累着。亲家公，抽烟。戒了，直接说正事儿吧。亲家公，小夏怀孕这事儿，我们全家都高兴坏了。之前说好的28万彩礼，我们凑了个整数30万，等订婚宴那天，一分不少的拿出来。借的钱以后谁还？这当然是我们老两口还了。不过阿姨是这么想的，既然小夏名下的房子是全款，不如在房产证上加上小雨的名字，这样小雨工作起来也更有动力，咱们才算是一家人嘛。脑中瞬间回想起父亲的话，他爱的是你的房。小夏，我妈说的有道理，加上我的名字，咱们才算一家人。阿姨，这房子是我爸全款买，凭什么加陈宇的名字？你都怀了我们家的种了，分什么你的我的？我们家可是出了30万彩礼的，你加个名字怎么了？亲家母，加名字也不是不行。爸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订婚宴那天，只要你们把30万彩礼真金白银的摆在桌子上，我不仅同意加名，还马上给小夏陪嫁一辆30万的车。好，亲家公真是痛快人。订婚宴那天30万彩礼，一分不少。小夏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咱们马上就有车有房了。爸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傻了。傻孩子，现在看清还不晚。爸，你明知道他们是冲着房子来的，为什么还要答应加名？我不这么说，怎么逼他们露出狐狸尾巴？你真以为他们能拿出30万现钱？他们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空手套白狼。订婚宴那天，他们绝对拿不出这笔钱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就等着订婚宴那天看表演。他们要是敢玩花样，咱们就新账旧账一起算，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陈宇，你们一家既然想玩，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亲家公，这订婚宴的钱我们家出，不过最近为了凑那30万彩礼，手头实在有点紧，要不您先垫上，等结了婚咱们再算。哎呦，老李啊，你可算来了，快里面请，里面请。王姐，你看你来就来嘛，还带什么红包？陈宇他妈拉着我家这边的亲戚，反客为主的架势尽显，仿佛这酒店是他家开的，这酒席是他花钱办的。按照我们这边的规矩，订婚宴的高潮就是男方当众给女方送上彩礼，女方父母再当众宣布陪嫁。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是我们家小雨和小夏大喜的日子。小夏这孩子，我打心眼里喜欢，不仅人长得漂亮，工作好，更重要的是，她现在肚子里已经怀了我们老陈家的骨肉。大家也知道，我们老陈家条件一般，但是为了小夏，为了我们老陈家的大孙子，我们老两口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这彩礼给凑齐了。之前我们跟亲家公商量好了，彩礼30万，一分不少。30万，老陈家还挺大方啊。是啊，看来是真看中小夏肚子里的孩子，这彩礼给的足，小夏嫁过去也不会受委屈，你说是不是？亲家公，你之前可是答应过我的，只要我们30万彩礼拿出来，你就马上给小夏陪嫁一辆30万的车，还要在小夏那全款房上加上我们小雨的名字。今天当着这么多亲戚的面，亲家公，你可不能食言啊！我林建国说话算数，只要你今天把30万真金白银摆在桌子上，车和房子我马上兑现。好，亲家公痛快。小雨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彩礼拿出来，给你岳父岳母过目。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陈宇身上，我死死地盯着陈宇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。虽然我爸早就断定他们拿不出30万，但我心里还是有一丝侥幸。万一呢？万一他们真的凑齐了呢？那个信封很薄，薄的根本不可能装下30万现金，甚至连一张银行卡都未必装得下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那丝侥幸瞬间破灭。叔叔，这是我们家给小夏的彩礼，请您过目。打开看看吧。亲家公，这第一张纸
是我们家小雨你的房产加名委托书，只要你在这上面签个字，小夏那套全款房以后就是小雨和小夏共同的财产了。这第2张纸嘛，是自愿放弃彩礼声明。什么？放弃彩礼声明？这老陈家是什么意思？1分钱不给，还要在女方的全款房上加名字，这哪是娶媳妇儿？这分明是上门欺负人啊！阿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说好的30万彩礼呢？小夏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？你都怀了我们老陈家的种了，早晚是我们家的人，这彩礼给不给，不都是左口袋进右口袋的事儿吗？再说了，你现在怀孕了，以后生孩子养孩子哪样不需要钱？这30万我们老两口就先替你们存着，留着以后给我大孙子买奶粉交学费。你先把房产证加上小雨的名字，车子买好写小雨的名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分什么你的我的？替我们存着，留着给你孙子买奶粉。阿姨，你这算盘打得可真响啊！1分钱不出就想空手套白狼，拿走我一套几百万的全款房，外加一辆30万的车，你当我是傻子，还是当我爸是死人？小夏，你别生气啊，我妈也是为了咱们好，咱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加个名字怎么了？难道你还防着我吗？再说了，你现在都怀孕了，难道你还想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嫁给别人吗？你就听我妈的，把字签了，咱们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不好吗？李小夏，你疯了！你敢打我儿子！我看谁敢动我女儿！陈宇，你以为我怀孕了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是吗？你以为我怀了你的孩子，我就只能任由你们家敲骨吸嘴，把我的财产全部变成你的是吗？小夏，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咱们是一家人。闭嘴！阿姨，你刚才不是问我，是不是想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嫁给别人吗？我现在就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我林小夏根本就没有怀孕，这从头到尾都是我爸为了试探你们家，故意放出的假消息，而你们完美的暴露了你们吃绝户的丑恶嘴脸。没怀孕。小夏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不是怀孕了吗？你爸不是亲口告诉我的吗？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我不这么说，怎么能试出你们家这副吃人不吐骨头的嘴脸？陈宇，你真以为你那点小算盘能瞒天过海吗？你每个月6000块钱工资全交给你妈，吃我的，住我的，用我的，连你身上这套西装都是我花钱买的。你不仅是个软饭男，你还是个白眼狼。你以为我怀孕了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拿捏我，让我把全款房拱手送给你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哎呦，原来是个吃软饭的呀！连衣服都是女方买的，还敢在这儿装大款，一家子算计人家小姑娘的房子，真是不要脸到家了。李小夏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你以为你是个什么好东西？你都跟我们家小雨同居那么久了，早就成了破鞋了。除了我们家小雨，谁还要你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说没怀孕，就是为了面子故意气我们的。你肚子里明明就怀了我们老陈家的种，你现在闹脾气，等过几个月肚子大起来，我看你还怎么瞒得住。到时候你就算跪在地上求我们家小雨娶你，我们都不稀罕。阿姨，你是不是有妄想症啊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没怀孕，就算我真怀孕了，我宁愿去医院打掉，也绝不会嫁进你们这种恶心人的家庭。够了！你们一家子真是让我开了眼界，没钱可以赚，但没皮没脸，那就是骨子里的烂。我林建国的女儿就算一辈子不嫁人，也轮不到你们这种垃圾来糟蹋。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让大家看笑话了，这门婚事今天正式取消，今天的酒席就当是我林某人请大家吃顿便饭，大家吃好喝好，吃完就散了吧。林建国，你敢！你女儿怀了我们家的种，这婚必须结，那套房子必须加上小雨的名字。小夏，小夏，你别走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提加名字的事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真的很爱你啊，小夏，你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陈宇，收起你那套恶心的表演吧，你爱的不是我，你爱的是我的钱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恩断义绝，你最好马上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爸，谢谢你。傻丫头，跟爸说什么谢谢？只要你能看清他们的真面目，
爸就算背上个棒打鸳鸯的骂名也值了。走，爸带你去吃顿好的，去晦气。爸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爸之前说过，只要他们家能拿出30万彩礼，爸就给你陪嫁一辆30万的车。现在虽然婚退了，但这车爸照样给你买，就当是庆祝我宝贝女儿脱离苦海，重获新生。爸，不用了，我之前那么气你，还跟你吵架，你还给我买什么车？傻丫头，你是爸唯一的女儿，爸不疼你疼谁？爸之前之所以反对你们，不是因为爸嫌贫爱富，而是因为爸一眼就看穿了陈宇骨子里的自私和算计。一个男人穷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他不仅穷，还心安理得的吸女人的血，甚至还想把你敲骨吸髓。爸宁愿你现在恨我，也不愿你将来结了婚，被他们一家子折磨得生不如死。爸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傻了，是我识人不清，我以后再也不任性了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好了好了，都过去了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擦亮眼睛就行了。走，下车。今天看中哪辆，爸直接全款给你拿下。最后我选了一辆30多万的红色奔驰，我爸连眼睛都没眨一下，直接刷卡付了全款。看着手里崭新的车钥匙，我心里充满了底气和安全感。这就是我的底气，是我爸给我的底气。有这样的爸爸在，我凭什么要去给陈宇那种软饭男当牛做马？你那套房子的门锁密码换了吗？还没来得及换，不过陈宇的行李还在里面，我打算明天叫个搬家公司，把他的东西全扔出去。不行，今天晚上就得换。你太低估那一家子的无耻程度了，他们现在认定你怀了孕，肯定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陈宇有你家的密码，万一他们趁你不在，偷偷跑进去搞破坏怎么办？好，我吃完饭就联系换锁师傅。小夏，记住爸的话，对付这种无赖，绝对不能心慈手软。他们要是敢来找你麻烦，你直接报警，千万别跟他们废话。我知道了，爸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恋爱脑了。回到家，我立刻联系了换锁师傅，把大门的密码锁换成了一款最高级的指纹锁。看着换好的新锁，我心里终于踏实了许多。我走进次卧，看着陈宇留下的那些破烂行李，心里一阵厌恶。我找来几个大号的黑色垃圾袋，把他的衣服、鞋子，还有那台我花18000给他买的外星人电脑，一股脑的全塞了进去。既然已经撕破脸了，这些东西我也没必要留着恶心自己。我把几个装满行李的垃圾袋扔在门外，然后给陈宇发了一条微信：你的东西我已经扔在门外了，明天早上之前赶紧拿走，否则我就让保洁阿姨当垃圾处理掉。做完这一切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感觉整个人都获得了新生。第二天上午，林小姐您好，我是物业小张，您家里是不是进贼了？我们刚才巡逻的时候，发现您家的大门敞开着，里面还有人在大声喧哗。进贼？不可能啊！我昨晚刚换了新锁。林小姐，您还是赶紧回来看看吧，里面的人好像是您男朋友的陈宇的父母。我只觉得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，这群不要脸的吸血鬼，竟然真的敢撬锁进我的房子！我挂断电话。哎呦，这大沙发真软和。老头子，你快过来躺躺，这电视屏幕真大，比咱们老家那个破电视强多了。小雨啊，你赶紧把你的东西都搬回主卧去，那次卧是人住的吗？以后这主卧就是你们俩的婚房，我跟你爸就住次卧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小夏，你回来了，我带我爸妈来看看咱们以后的新房。新房？谁跟你是咱们？谁让你们撬锁进来的？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是犯法的！什么私闯民宅？你少在这吓唬人！你肚子里怀着我们老陈家的种，这房子就是我们老陈家的。我进我儿子的房子，天经地义。再说了，你昨晚发什么神经，把小雨的东西全扔出去了？你还换了锁，你是不是想造反啊？阿姨，我昨天在订婚宴上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没怀孕，这婚也退了，我和陈宇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这房子是我全款买的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林小夏的名字。你们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，否则我马上报警！
没怀孕，你骗鬼呢！你以为你昨天在宴会上说2句气话就能把我们吓跑了？我告诉你，林小夏，你少在这装腔作势。你肚子里有我们老陈家的股收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跑。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，这房子我们住定了。你不仅得让我们住，你还得好生伺候着我们老两口。哎呦，这什么破玩意儿，一股子怪味儿！你干什么？你这些破瓶瓶罐罐看着就碍眼，我刚才已经让小雨全给你扔了，换成了我从老家带来的大宝。你现在怀着孕，不能用这些乱七八糟的化妆品，对胎儿不好。你赶紧把脾气收一收，去厨房给我爸妈切点水果吧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撬锁私闯民宅。谁跟你是一家人？陈宇，我给过你机会。啊！他是能报警啊！让警察来看看你这个不孝顺的儿媳妇是怎么欺负公婆的。是你报的警吗？怎么回事？警察同志，这套房子是我全款买的，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。这我儿媳妇的房子，也就是我儿子的房子。这位大妈，请你搞清楚：第一，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，房子就是谁的；第二，你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侵入住宅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。老婆子，咱们还是先走吧。走什么走？你们这些黑警是不是收了这小贱人的钱？你干什么？袭警是吧？哎呦，杀人了！警察打人了！哎呦，杀人了！警察打人了！海蓝之灵面霜3500，SK2 神仙水1800，真皮沙发被烟头烫了个洞，修复费2000，还有被撬坏的指纹锁，原价4800，林林总总加起来一共是12100块。陈宇，你是打算现在转账，还是等警察立案，让你妈在里面多蹲几天？小夏，我的工资都在我妈卡里，我现在实在拿不出这么多。张哥，你看我妈这个事儿，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钱？李姐，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钱？我过2天就还你。哎，好，哎，好嘞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天哪，平时看陈宇老老实实的，没想到竟然是个吃绝无的软饭男，他妈也太可怕了吧！竟然敢袭警，这种家庭谁敢嫁呀？听说他连买西装的钱都是女方出的，真是丢尽了男人的脸。最让我觉得大快人心的是那个在订婚宴上骂我是倒贴2手货的小姑子陈娇。就在陈宇他妈被拘留的第3天，陈娇也怀孕了。她本想母凭子贵要50万彩礼，结果你都怀了我们家的种了，除了我们家谁还要你？爱嫁不嫁，不嫁就打掉。命运的回旋镖最终精准地扎在了他们自己身上，这就是报应。小夏，你的肚子怎么很失望吗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根本没怀孕，那只是我爸为了试探你们家故意放出的假消息。可惜啊，你们一家子太贪婪太自大，硬生生的把这块试金石当成了拿捏我的筹码。原来你真的没怀孕，原来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家在自作多情。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那么贪心，如果我妈没有逼你加名字，我真傻，我真是个畜生。小夏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陈宇，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，你现在哭不是因为你觉得对不起我，而是因为你发现你失去了一个提款机，可以让你少奋斗20年的提款机。带着你的贪婪和算计，滚出我的世界吧！我大步走向我爸给我买的那辆红色奔驰，前方是属于我林小夏的崭新而灿烂的人生。